聊一聊以前我们有多么的穷。可以，这个可以录4个小时。西班牙生活的时候，每天可以只花1欧元。北京有很多房子啊，他们是6楼，然后你进去你还要低头。当时我1个小时是30人民币，一杯咖啡是35，所以我没有办法买咖啡。可能会学生给你打电话，不要上课了，我今天有事。但是我已经在火车上了，然后我坐火车要1个半小时才到那里。大家好，今天我跟素清要聊的话题是跟我们以前有关。我们要聊一聊以前我们有多么的穷。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谁更穷？好，来比一比谁更穷。好，那我先说，就是我在西班牙生活的时候没有工作，那个时候呢，有一点点钱，还是我的男朋友，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帮助我，给我一点点钱，所以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吃饭，还有在罐头里的那个金枪鱼，每天可以只花1欧元，那个是那个是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哇，所以你的男朋友一天给你1欧元，好便宜啊，志飞。对，但是不是啦，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给你钱，所以你也不能花太多钱。对，就是我会想，这个不是我的钱，我可以怎么帮他省钱呢？真的吗？所以我算了一下，你可以吃最简单的东西，那就是1欧元。我和志飞不一样，我也花我男朋友的钱，我没有觉得那个是他的钱，我觉得是我的钱。真的，我没有乱花钱，因为一般来说我不会乱花钱，但是我会就是该花的就是应该花，我不会一天花1欧元。不会。那个时候的你有多穷？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第1个月，我应该是赚了200块人民币。1个月，但是200块，对，但是我赚200块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开始工作，我还在学习，对，然后有一点点工作就是200块，对，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很像现在很多人的实习，对不对？不是真的工作，明白，对，我记得2年多的时间，我一直都是没有钱的状态，很穷。那你住的地方呢？我们说一下我们住过最差的地方吧。我觉得我肯定会赢。好的。我觉得我在北京住的地方都不太好。北京有很多房子啊，他们是6楼，1、2、3、4、5、6。然后呢，在6楼呢，它会有2层，然后2层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对，很小。然后你进去，你可能就是你的房间是这样的，然后你进去，你还要低头。对，那个是我住过比较差的，而且我们是2个人，我和我的前男友。明白。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房租1个月应该是1000人民币。哇，在北京。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很不好，应该会非常非常差。然后就是好多东西都不可以用，浴室的灯也坏了，然后那个花洒也是坏的。和我一起住的人也是很奇怪。那你觉得你还有可能接受这样子的条件吗？不可以，不可能，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必要住在那样的地方。但是我想的是我没有钱，所以我要去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现在觉得，你没有钱，你还是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对自己好一点。对，可以的，是可以做到的。对，我那个时候的穷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是我爸爸妈妈的钱，好像也有我前男友的钱，就大家都在想帮我给我钱。我在北京学习西班牙语，我很想去一个学校，大学，好像是在清华大学旁边吧。对，所以我想住在那里是最好的，我可以认识到一些外国人，还有新朋友，看那里发生什么。我觉得那里是北京最酷的地方。五道口是不是？五道口，对，我住在那里。那当然那里是很贵的，可是我1个星期好像只花，对不起，可是我1个月的房租是650
人民币，所以是$100不到，对，我当时就觉得我可以，但是我住了1个月之后，我发现哇，真的好差，因为我们有好像是2个房间，2个房间都非常非常黑，一个房间有8个女生，另一个房间有8个男生，在外面有个很小很小的客厅，客厅应该有6个人哦，对，只有一个厕所，有一次我拉屎，然后厕所不能冲水堵了，对，我就那个时候很焦虑，我就想这么多人要上厕所，可是我拉屎然后不能冲水，所以就天哪，就如果你要走路你是看不见的，因为很黑，你有可能会踩到人，是不是？是不是我赢了？真的很像蚂蚁。这个房子里有很多蚂蚁。听起来我住的地方很远，所以它更便宜。在中国，就是如果你想住在方便的地方，你就是要住很不好的条件，很不好的。但是我住的地方就是很远，那我可怜的地方是我每天要坐地铁，然后还要坐公交车，太累了，真的很累，就是每天浪费很多时间在路上。那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好奇，我们为什么选这个话题？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穷？对，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们那么穷，就是这个是你当中文老师可能必须要经历的。对，对，就是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工作。那一开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自由，但是谁会给你这么多钱呢？或者你想要去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比如说我去北京，我说我去了五道口，我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或者机会，不一定的。所以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要么就是没有工作，没有钱，所以你会住很差的地方。要么就是你一开始工作，但是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你也没有很在乎，就是找一些可以帮你赚很多钱的工作。就更多是享受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吃得很差，住得很差。在北京我没有吃得很差，在北京我吃得很好。对，因为北京的东西很便宜，我觉得去买东西很便宜，就是住得很不好，然后不好到有一次我因为这个房子真的空气也不好，然后也不透气，所以我就生病了，然后我还跑到我朋友的家去住，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苦啊。对，然后我们就搬家了，我们就搬到了一个好很多的房子。太好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已经开始教中文了，但是在巴塞罗那嘛，你那个时候上中文课，你是要去学生家里的嘛，但是总之就是学生也可能对我的态度也不是非常好，对，在那个情况下，大家觉得那你是一个中文老师来我家给我上课。对，就是你刚开始啊，就是大家不一定知道你有多么好，或者你教的有多么好，对吧？就是这样子，大家就觉得我不需要，就是给你有非常非常多的尊重。大部分的人对就是别人时间上的尊重其实是不够的。对，就尤其是可能会学生给你打电话，就是我不要上课了，我今天有事，但是我已经在火车上了，然后我坐火车要1个半小时才到那里。对，他不付钱吗？不付。那我不能接受。那当然，对，你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就是让你不太开心的事情。还有就是我突然想到，那个时候我是一边工作，还有一边学我的硕士。因为我真的很少钱。我记得我之前在西班牙住，我有一个袋子装了很多硬币，所以我每天都在那里找硬币，我可以找多少个？我要找50分，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是50分，是机器里的咖啡，对，超级难喝，就好恶心的那种。
但是就是想要就是认真的学习，可以听啊，不要睡着。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需要咖啡，所以我就是每次都是我的硬币我找一找在哪里，之后去买这个50分的咖啡，就非常非常不好喝的咖啡但是很便宜。明白。我刚刚来悉尼的时候，我也是喝1刀的咖啡，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啊。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很快接受我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咖啡这么便宜，好喝，比别的咖啡都好喝。对，我想聊一聊，就是以前刚刚开始当中文老师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有2件事情。就是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学生，他老是要我们俩去一个咖啡馆上课。当时我1个小时是30人民币，然后1杯咖啡是35，所以我没有办法买咖啡。对，我没有办法买，真的就是你不可能去做工作，然后就是喝1杯咖啡，对吧？对。然后呢，我和我学生坐在桌子旁边，然后那个服务员会过来说：“你好，你需要什么？”然后我说：“谢谢，我不需要。”没有办法，但是我在想，我觉得你不可以把一个人放在那样的情况，真的让别人很尴尬。对，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也有差不多的经历，就是我的第1份工作，我的老板说你要去上课，然后1个小时你有6欧元的这个你的工资，但是呢我要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上课，你要去学生工作的地方上课，然后呢我来回的车费就首先我要坐4个小时，来回的车费是6欧元，他们给我6欧元，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你这样子的老板？对，你想一想嘛，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我不能接受，而且是早上6点的课。对，我也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也是坐车来回3个小时好一点，然后我是1个小时30块人民币，差不多6欧元啦。差不多30、40，对，然后我坐车去那个地方来回，我记得是20，然后吃午饭也要20，所以我1个小时的工作不够我的车费，还有吃午饭。对，是的。所以你工作，然后你还要亏钱。是的，你看，我觉得中文老师，你是从北京开始的，然后你在澳大利亚，我是从西班牙开始的。一开始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差的工作，就是没有钱，而且你会遇到不尊重你的人，或者是一些很尴尬的情况，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也会就是有点笑我，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惨呢？你看我在大学工作怎么样，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自己觉得挺好的。我朋友不一样我朋友都很羡慕我。真的羡慕你工作还亏钱吗？不是，他们不知道嘛，我没说嘛。他们只看到我的生活看起来很丰富很有意思然后因为其实在中国大部分的人不太认识外国人，那就会觉得如果你的工作是和外国人一起工作，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看起来是很好的，对吧？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觉得我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没有钱。我没有那么说的那么仔细说我每个月的房租是1000块，我住的地方很烂，对吧？但是我会可能在朋友圈里说今天我和我的印度学生做了这个很有意思，哈哈哈。当然，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已经很庆幸了，就是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人愿意跟我上课。对啊，那我至少就是我还需要学习，对吧？那我还可以就是维持我的一部分的生活，其他的要自己再好好想办法。对，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我的第一份工作，当中文老师。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是很糟糕的老板的话，
我可能不会这么想当自己的老板，因为我觉得他们太糟糕了，所以我想，哇，你看你自己可以当一个更好的老板，你看你懂得比他们多，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哦，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北京工作，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在北京有很多学校，他们知道中文老师没有钱，我的老板还有我的经理吧，他们都很好，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就是他们没有老板的感觉，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学校有一个校长，然后有时候我会说校长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素清不要叫我校长，叫我的名字。在我们学校就是很好。我没有钱，但不是说学校有钱，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钱。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那个学校，就一个我很喜欢。那我的经历就是很不好的。对。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学校，你们可以听一听我的经历，你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再也不要去任何的学校工作。那个时候就是有新学生来了，他们会说你去上课吧，一会儿学生出门了，学生要坐电梯，我们会在电梯上问他对你的感觉，就是如果学生说你不好的话，你就不能跟他上课。就他们会给你就是这种很没有必要的一种压力。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奇怪。对，我就是在一个很差的学校工作。对，所以让我觉得，那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那时候有一种感觉，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我觉得我就是需要更好的生活嘛。但是每次我想一想，我觉得他们也都可以当老板，那我会做得非常好。对，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要当老板，真的要有良心。因为我其实在很多学校工作过，我可能大概在5、6个学校工作过，同时，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学校的钱不够生活，所以我会每天跑很多个学校。对，然后我就觉得大部分我在北京的学校都很好，但是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说你应该提前10分钟到教室等你的学生 ，OK？有一天我没有提前10分钟，我提前了7分钟，学校扣了我50块钱。然后那个时候我每个小时是40块钱的工资，他们扣了我50块钱。天哪！然后第2天我告诉老师我不干了。我很讨厌，就是我觉得你用心想一想，为什么对老师这么苛刻呢？对不对？对，就没有必要嘛。是的。对，你可以说以后不要迟到，我也没有迟到，只是没有提前10分钟。对。然后他们就说 OK， 因为我们说了提前10分钟，你提前了7分钟，那个不行。哇，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你这样，你给的钱又很少，然后你对老师又很苛刻，你是不可能留住老师的。所以我第2天就说我不干了。对呀，对，这样子我真的是很不合理。是的。对，所以中文老师真的感觉真的是条件蛮难的。对，但是这是我的选择，所以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就是坚持选择这个。就是你如果说让我回去，可能6年前、7年前，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时候自由对我很重要。对啊，还有中文这件事情很有趣。对，你跟人之间建立的关系呢，不能说。每个人都很好嘛，但是你有一些是很可爱的人。对，如果我不是中文老师，现在我可能不在澳大利亚。就是我的学生问我，他说你想做什么？然后我说我想去看世界，所以我要分手，因为我的男朋友不想看世界。然后他就说，那你想去看世界，那你开始准备了吗？好问题，我那一天开始准备。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你需要那个对的人，在那个对的时间跟你说那个对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每天都在听这种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听到一个时间对的那个时间，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了。我也是，我跟你有一个非常像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在网上找的，可能是第1个还是第2个学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大的男生，特别可爱的是一个德国人，对，而且我记得他很帅很幽默，我很喜欢他，所以有一次，那我们2个就是
就是慢慢的关系也是变得更好，经常聊天嘛。然后我说，哎呀，那我不能喜欢上你，因为我有男朋友。他说，但是你想一想的话，有可能你喜欢的不是我，是你喜欢的是我的生活。因为我告诉你，我去这些国家，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跟这些人做什么。所以让你觉得哦。可能你想要的或者你喜欢的人不是我，是对你想要一些东西，但是从你现在的关系里面得不到。志飞听了这个男生说的，他更喜欢他了。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困惑，真的，那个时候也是很痛苦的。是，对，就是我觉得我很接受当中文老师这个工作，就是没有那么多钱，我很接受这个。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很幸运的，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但是还是有很多老师是在经济上是很困难的。对，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就不会考虑太多钱。就如果我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钱，我觉得我不想做了。如果你只是为了钱，就不会来教中文。不会，对，所以我当然尊重别人有不一样的选择。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做的事情一定要是我相信的，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自己开心比赚钱要重要很多。我其实不太明白，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我认识的人，就是工作很努力，然后讨厌他的工作，然后呢赚到钱以后去买东西，疯狂的买东西。我不理解这个东西。我工作太开心，我根本不需要买东西。对。然后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工作很累嘛，然后就会想说那我们去一个放松的地方放松一下。我不需要放松，我每天都很放松。对，所以我就是想，如果我要去旅游，我还要去吃苦，我还是要去做那些比较压力比较大的事情。对，我特别明白你说的这个。可能有些人很努力活成就是社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他们就觉得是好的。对，可能就觉得但是你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就你得到了钱，你得到了别人的肯定，你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你的内心是不会充实的。所以我也相信要找一个让你充实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个充实的工作，你不可能没有钱，你可能暂时没有钱。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非常好。因为如果你这么喜欢它，你这么有热情，你就会很认真啊。你会比如说拍视频好了，如果你真的喜欢拍视频，那你可以拍100遍。那你100遍肯定可以拍一个是很好的。对。那你肯定会有别人关注你，你肯定会有很多机会。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对，但是你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以后到底有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过来了，我们会说你再坚持一段时间，再继续努力。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方向。可是如果他们在那个困难的那个点，我觉得要放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走路，然后你就是看不到前面的路，你还要继续走吗？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听你说的这个走路的这个，好像可以选择不去走。但是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那因为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就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放弃这2个字。明白，我和志飞不一样，就不可能放弃。对，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真的。素清，因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你的视频也做得很好，你的学生也很爱你，那同时你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我觉得你做中文，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你一直都做得很好。我是有很多那种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那种时刻。明白。对，就没有那么顺吧，没有这么快的找到就真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明白。所以我觉得我执着的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就是有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性格，对，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肯定会有一些痛苦。然后我会学习到一些东西，慢慢的找到，好像你不放弃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就你会慢慢的去
我觉得会有一个力量在告诉你，在帮你。对，好，热爱，朋友们，对，这是热爱，前提是你真的很热爱，你真的很喜欢。对，是的。因为热爱这个词，我觉得很多人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就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放弃的。对，所以如果很容易可以放弃，你真的热爱它吗？你真的喜欢吗？是，可能很多人他是不太清楚的，就是你喜欢，你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你不想做这件事情，或许你没有这么热爱它。或者就是你在做热爱的事情，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你不热爱的事情，也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不热爱中文。我是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别的工作，因为我会觉得别的工作太无聊。那你就教英语。可理解性输入英语。不行，我其实我不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要去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教英语，然后我每天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那他就失去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也是。所以我不要教英语。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说我做不了别的工作，不是真的做不了，而是说不会选择。我不会，我没有办法。对，我做过别的工作，我做过，但是我会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做下去。但是教中文可以，尤其是现在找到了 CI， 就是觉得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对，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对，我觉得你在的这个位置是很对的。我也感觉很对，特别好。你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你可能想要做更大的东西。我觉得，OK，对，好的，对，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很穷的故事。跟我们说说吗？对，你穷过吗？对，很多人怕就是怕穷。对，你敢不敢过很穷的生活？对，你可以一天用1欧元生活吗？你可以1个月赚200块钱吗？留言告诉我们。那也太难了，1个月才200，怎么也赚不到，就是比这个多。1个月赚200，但是你有一个男朋友。希望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